当今的中国呢，有两帮人在搞传销，是吧？一帮人在中国执政，他们开始推行数字币，现在是在搞试点，但迟早，他们梦想中的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捆绑住经济，通过数字币来控制你的一切。还有一帮人在海外忙着卖游戏币，不断的给大家打麻醉剂、打强心针，让你更加兴奋，甚至进入癫狂。我们都知道，其实目前的国际局势对中国来说，如果你期待一个变化，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原来像一潭死水一样，即便在美国调整与30多个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那更不用说现在涉及到川普的连任竞选了，是吧？骂他的应该有很多。但恰恰出现了一次疫情，川普把它形容为第3次世界大战，我们在与一个隐形的敌人战斗。现在这个敌人逐渐浮出水面，就是这个恶魔是谁制造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来要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也就意味着情况正在明朗化。美国正在立法，涉及到要取消中国的主权豁免，让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都能状告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进来，现在还仅仅是商讨比如说前一周召开的这个电话会议，是吧？那么今后实质性的东西应该会越来越多，但是还没有兴奋到说组成一个联军来占领中国。过分的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派出强有力的力量，无论是私人的，像卖电动车、卖特斯拉的这个，说他发射了一个星链，半年以后架在我们头上的这个互联网这堵墙，防火墙就不存在了。谁跟你说的呢？你妈妈告诉你的吗？马斯克的这套星链系统，它是要有地面接收站的。他在卫星计划公告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他不太愿意涉及到与集权国家打交道，他害怕影响到他的商业利益，所以不要指望他发射星链跟你能不能翻墙是两码事。这个消息放一放，是吧？因为谈了几年了，其实大家都谈得很透，有些人借这个话题炒作一下，大家不拿它当回事儿，不去关注它也就罢了。但是紧接着大家经常能看到的一些新闻是关于美国的一些政客譬如说班农认为他非常坚定要推翻中共，
推翻中共的暴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无论他是不是说过原话，你都不要当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班农是一个极右，美国的主流一直是中间偏右。如果极右在美国能够站到政坛的主流，就不会有二战，美国也会选择类似纳粹的政党上台。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么回事。美国人在亚洲已经付出了足够的清廉和热血，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陷入一场14亿人的战争呢？有些人说，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反对中共的，是，也是敢怒不敢言，是吧？有美军来了，你可以带路。那美军为什么要去呢？他有什么义务来解救你呢？你又不信教，你甚至都不是他的教友，对不对？一个14亿人的国家，有多少经过长年洗脑，愿意站在共军这一边，帮助他们打游击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所谓不对称战争，是吧？人肉炸弹，埋一颗炮弹在地下，见了鬼的拉个弦，这就是典型的游击战。你知道有多少中国的青壮，哪怕是老弱，甚至是孩子，会做这事儿？你不知道。那么你怎么认为，即便来了80国联军，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认为是来解放他们的呢？那归根到底又到钱上了，是吧？谁出钱呢？打仗是要花银子的，对不对？打完了以后，让你去做总统，然后你签署一系列的协定，出卖中国的矿产，再卖个2亿青壮到别的国家去打工，卖1亿的妇女，再送人家1亿的儿童。幼稚的人有很多，真正国际社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即便是这次疫情最终被调查清楚，病毒的源头来自武汉，哪怕来自军方的实验室，无非就是加速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被剥离的这个速度。我们看到极有可能是一种调查，单边调查，他不给你进入中国，你用你掌握的足够的科学数据来推定，最后各国立法，没收一些中国在海外的资产，然后从政治上跟你切割，与中华民国建交。无论你愿不愿意，给你安上一个2个中国，进入联合国，事实上不再拿你当一个合法的政府，仅仅把你视作是一个维持会，经济上必须的往来先维持着。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趋势只是把中国从游戏中剥离出去了，这个过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长。即便中共最后进行一些垂死挣扎，在周边热点地区搞一些军事上的动作，但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我们不能期待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派出自己的军队到中国去帮你推翻共产党。这个世界上可能最想出兵的不是中国，而是俄国。美国人在越战已经死了足够的轻装，国内的反战游行最后导致整个国家政策的调整。美国宁愿把支持他的人带回美国，也不愿意继续为他付出清廉和热血的。911以后，美国针对中东接连发起了一系列的战争，最终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与塔利班握手言和，要把军力撤离目前的热点地区，集中到印度太平洋地区，作为防守的一方，遏制中国伸向周边的触角，不让你再继续往前走了，仅此而已。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已经有许多生产链被安放在了中国，撤离的过程相当缓慢。各国政府最终的目标是在不影响目前经贸往来的情况下，逐步的有序的撤离。有一些企业撤离可能比较困难，各国政府为了帮助他们，可能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弥补他们从中国撤离过程中造成的损失。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幻想一夜之间中国人走上街推翻共产党，或者幻想美军一呼百应，是吧？组织一个80国联军打到北京去，把齐邦送上绞架，像绞死萨达姆那样，很难。虚头巴脑的东西其实没必要谈，当个乐子就可以了。如果过于沉迷，你会很受伤的。我们都知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是吧？祝大家好运，再见。